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如果和闺蜜爱上同一个男人，你会怎么办？赵丽颖的回答值得深思。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龙套到影视剧里的大女主，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小配角到炙手可热的女明星，从一个农村出来的小丫头到代言国际大牌的都市丽人，赵丽颖的经历确实充满了传奇。很多人喜欢她，不仅是因为她的演技，更是因为她自身的坚持和毅力。毕竟非科班的她想要在演艺界出人头地，必然是要吃很多的苦。多年从事演艺的她，向来是靠自己的角色登上热搜的。直到她和冯绍峰的官宣出现，她的恋情和婚姻才逐渐进入大众的眼线。今年复出之后，赵丽颖又因为参加了芒果卫视的一部综艺，屡屡成为微博上的常客。可是，哪怕她经历了结婚、生子的过程，工作狂、演技派、大女主这些名词，依然是她最主要的标签。不得不说，赵丽颖的受欢迎度、影响力可谓是实至名归。然而，比起这些，她的感情观其实也值得很多人关注。虽然电视剧里的她经常是一个在爱中沉浮的形象，可现实中的赵丽颖比任何人都清醒。曾有主持人在采访中询问过她关于感情的2个问题。那时的赵丽颖没有绯闻对象，还是未婚。在被问到如果和闺蜜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该怎么办时，她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我能跟我的好朋友同时爱上一个男生的话，我觉得是这个男生可能也给了我好朋友一些好感或者错觉。我是觉得他可能做的也有问题，为什么让2个人同时爱上他呢？是啊，当一个男生能让自己女友、闺蜜对自己产生好感，甚至爱上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多的是因为他自己做出了某些没有分寸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样的男人是不值得爱的，那么自然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不值得爱的男人而和自己的闺蜜发生矛盾。不得不说，这样的回答不仅理智、清醒，而且暴露了好人品。这让我想起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的贺涵，当他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女友唐晶的闺蜜罗子君时，扪心自问，是不是保持了一个恰当的距离？答案很显然没有。他不仅手把手地教她在职场上成长，还可以事无巨细地助她度过每一个难关。有一幕我印象最深，罗子君在一场大雨中被困在了外地，贺涵知道后只身一人前来拯救。他在英雄救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答案很显然，不合适。同时，这也是罗子君在一次次的相处中爱上贺涵的原因。在这个剧播出后，很多觉得罗子君作为闺蜜不应该觊觎对方的男友，可她为什么会爱上贺涵？不就是因为贺涵一次次的从天而降吗？是贺涵的一次次没有分寸的接近，不保持安全距离的协助，让罗子君卸下了心防，产生了爱意。就像赵丽颖所说，他可能也有问题，为什么会让2个人同时爱上他呢？是的，在很多人都觉得贺涵这种人是一个男友力爆棚的理想对象时，赵丽颖的这句话直接从侧面戳中了真相。这个男人或许不值得，至少他的行为是不当的。娱乐圈中分分合合，有人在丈夫背叛自己后选择忍耐，比如香港歌手郑秀文，在丈夫的桃色新闻沸沸扬扬的时候，哪怕自己受伤在身，也会选择重修于好。也有人在另一个半出轨之后，选择忍气吞声，等到时机成熟后一拍两散。比如马伊琍，可以在全网等着看她的笑话时，抛出一句且行且珍惜，也可以在自己华丽复出后，公开自己离婚的消息。女人对待另一半出轨、劈腿的态度，
直接决定了一段关系的结局。可以为爱忍耐的人，哪怕受到了委屈，也会选择继续坚持。对忠诚十分看重的人，即使对方回心转意，也不会轻易说原谅。赵丽颖面对这个问题，也有着清晰的认知。在被问到如果男朋友劈腿，你是否会立刻和他分手时，她的态度很明确，没有余地的比较重视这个承诺。虽然我很喜欢你，但是我喜欢你跟相信你是两码事。很多人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误区，只有双方还有爱，就不应该轻易的说分手。可是他们忽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信任的爱往往支撑不起任何未来，而这份信任可以被仅仅一次的背叛，一次的出轨碾个粉碎。当彼此的信任荡然无存的时候，就没必要再谈喜不喜欢了。就算再喜欢，也是难以妥协的，毕竟既定的背叛是一种事实，还会有可能在未来继续发生。一个女人在感情面前，应该是有自己的底线的。如果对严厉的沙子视而不见，那到头来受伤最深的只能会是自己。赵丽颖的这个态度就值得很多人学习。是啊，谁都不应该做感情里的软柿子，被对方捏来捏去，而是应该做一个主宰者，在被伤害之后，潇洒地转身，不再留给对方继续欺骗自己的机会，也无需在今后的相处中患得患失。和冯绍峰结婚后，赵丽颖很少公开秀恩爱，倒是冯绍峰在一次综艺中谈到了两人的婚姻现状。他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思路特别清晰，非常明确。在很多的亲密关系里，一般都是女性患得患失，安全感不足。可在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姻，却呈现出了相反的情况。患得患失的人，不是看似小女人的赵丽颖，而是成熟大叔冯绍峰。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可是，当我们将目光追溯到赵丽颖在事业上的逆袭之旅，就可以清楚，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工作，还是自身的婚姻，她永远都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始终拥有着一颗强大的心脏。事业上的她基本雷打不动，把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都献给了横店。嫁给了冯绍峰之后，明明可以做一个居家的小女人，却马不停蹄地选择了付出。在人生的这两个道路上，她终究还是想要靠自己。事业上不做流量小花，要做演技派；婚姻里不依附对方，坚持自己的事业。比起很多一结婚就丢掉事业的女人来说，赵丽颖的这条路才是最明智的一条。婚姻里，一个女人最大的底气不是爱，而是自身的实力。一个女人得到男人的爱是不值得沾沾自喜的，只有在得到爱的时候，也得到尊重，同时也拥有平起平坐的实力的时候，才是万无一失的。聪明的女人都是一个肩膀靠男人，一个肩膀靠自己。男人或许有靠不住的时候，而自己无疑的是生而为人的最强后盾。纵观赵丽颖在感情里的这几点，我想她终究会是幸福的，与此同时也足以成为当代女性的表率。是的，感情里的女人可以痴情，也可以深情，但万万不要忘记，拥有理智和实力，唯有自己足够独立强大，才可以守护婚姻和爱情，走好余生的每一条路。你喜欢赵丽颖吗？你觉得她身上的哪些特点值得学习？你认为女性的幸福是由婚姻决定的吗？